Your Japan starts here. Let's go JP.com. 嗨，大家早安，我是乐吃够日本的富米。大家早安，我是乐吃够日本的明明。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现在身后的景色非常的漂亮？但是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富士山呢？没错，我们这一次呢又来到了富士山。那富士山这边呢，除了大家最熟悉的河口湖以外，其实还有另外4座非常漂亮又很知名的湖泊。那这个地区呢，也被通称为是富士五湖。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趟富士五湖深度之旅。说到富士五湖呢，明明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有一个富士五湖的马拉松比赛，是所有跑马拉松的人的梦想，因为可以一边跑一边欣赏这个风景，真的是非常的梦幻。哇，但这个应该很远呢，应该要很有体力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示范一次如何跑这个马拉松。屁嘞！我没有啊，没有啦，我们就要用自驾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富士五湖之旅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看天气预报啊，富士山的能见度是10，所以今天其实应该是天气超好，很有机会可以看到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先来到这个本溪湖，看到后面一片雾，我的天啊，太让我 sad。希望等等可以会有机会散去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富士五湖之旅。Go！ 喜欢日本旅游，爱吃日本美食，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，快订阅我们！记得开小铃铛，接收所有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。好，第一站呢，我们是来到富士五湖的本溪湖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中之仓卡，就是它是一个小山坡上的展望台，然后听说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先走上去看看。但是呢，因为那边有熊出没的消息，所以呢有点害怕。那在这边的服务中心呢，有免费可以租借熊铃的服务，我觉得非常的贴心。这个路会不会有点难爬？我的天啊！一大早就要登山，从这边上去。可是这边听说可以看到非常经典、印在1000元钞票上面的富士山美景，还可以看到熊吗？好恐怖哦！这里真的曾经有人看到过，所以可以看到入口这里啊，直接就贴了4个“熊出没注意”。好，但我们有带熊铃，那就出发喽。这个真的是要看美景不好走我发现我不应该穿长裙来。你就爱漂亮啊，还穿马丁，还有310公尺，10分钟，哇，太累了吧？太累，连福米都觉得累哈。终于要到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心跳应该有180，很像刚上完一轮，很像刚上完一堂飞轮课，因为这个坡实在太陡了，我没有爬过那么陡的。好累，这也太窄了吧！终于到了，天哪！好，我们刚刚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爬到这个展望台了。我真的是奉劝大家，如果没有体力，千万不要尝试，你就在下面看就好了，因为那个坡度真的非常的陡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面目全非，满身大汗爬上来，那沿途又会有非常多的虫虫，而且这边还有人有看过熊出没的痕迹踪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有一点难度。原本我们是想要一大早来拍逆富士，因为这个本溪湖啊，其实它最有名的就是这边的逆富士。那之前呢，也有一个知名的日本摄影师把这一幅景象拍下来，然后做成旧版的日本1000元纸钞。那现在已经改版了，所以已经看不到了。这个本溪湖呢，它是日本本州透明度最高，也是富士五湖里面最深的一个湖泊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漂亮的。但是要上来这个展望台，需要有一定的体力。从停车场走上来大概要30分钟左右，所以大家请自行评估喽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富士五湖中的金镜湖。那
那金镜湖呢是富士五湖之中最小的一座，而且这边的气氛也特别的安静，因为这边相较之下比较没有那么多游客。那这个金镜湖呢最知名的一幅景色就是所谓的豹子富士，原因就是因为从这个角度看啊，刚好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前面还有一座大士山，所以看起来就很像是大富士山抱小富士山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湖边可以直接让你开车开下来，所以如果你是开自己的爱车来到这附近兜风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你的车跟人还有富士山的美景一起拍进去。我觉得这一点也超浪漫。虽然对于住在海外的大家来说可能有一点点难度，不过大家如果是租车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把车子开到这个湖边哦。这边要到那个富士山多少钱？富士山18块18块，台币还日币？台币。哦，台币我现在身上没有哎，那我给你日币1000块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要上车喽。好，上车。不是，你外面有手把可以。那在这个湖边呢，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做水上运动，像是 SUP 啊，或是在旁边玩水等等的。我觉得夏天也非常的适合。另外，这边还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，它竟然是一个日剧的取景地。福明，你知道是哪一个日剧吗？哦，这当然知道啊。请回答。哦，就是那个啊，最近很红的那个新据点啊，不是啊，那个小镇新热点。这个地方因为非常漂亮嘛，然后湖边看到这个，还有这个长椅，应该可以联想到剧中的场景吧？哇，真的超美！这边很适合拍完美照哎。很适合吗？很适合。然后呢，这边附近呢，剧中的这个女主角工作的这个饭店也是在湖旁边，所以待会我们就去看一下能不能进去泡汤。这边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小看板，就是告诉我们这边曾经是取景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下一个湖，就叫西湖。但在这之前呢，因为也到中午时间了嘛，所以学姐可以吃点东西吗？我也饿扁扁了。这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疗愈一下。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西湖疗愈之里耕场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其实是一个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园区啦。那里面的建筑呢，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复古的氛围，然后古色古香。里面全部都是茅草小屋，我觉得很有那种小型合掌村的那种氛围。那据说呢，在这边可以品尝到非常道地的乡土料理，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，所以呢，特别安排这个行程。那大家如果是跟我们一样从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去游富士五湖的话呢，这个景点刚好就在金镜湖和西湖的中间，所以呢，也推荐大家可以稍微经过这个景点，然后进来逛逛。进去这个村落是要收费的，但是我觉得门票也不贵，大人一个人是500日元，就算蛮划算的。所以呢，马上就来去买票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填饱肚子，好饿哦，爬山太累了。好，那去买票。Go。那我们现在到了西湖耕场里面的其中一家餐厅，叫做里山。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它就是外观非常非常的复古，因为这边这个村落啊，里面全部都是茅草屋。那进来餐厅之后呢，就会觉得非常的温馨，很有人情味。那妈妈也会很热情的招呼你。这边餐厅的特色呢，就是会卖一些像是乌龙面啊、荞麦面啊，还有当地山梨县这边的乡土料理博托波多。那我刚刚就点了一份咖喱鸡肉波托，看起来超好吃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动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它料很丰富，它料很丰富，因为博托它就是会用很多蔬菜啊，然后还有像是豆皮啊这类的食材加进去一起煮，所以其实那个汤头我每次都超喜欢的，我觉得很鲜甜。接下来轮到我点的是他们的招牌吧，因为名称就叫里山乌龙，那我就来试试看喽。上面有非常多这个天かす，中文不知道炸麸吗？炸面衣，炸面衣。
们刚进来这个疗愈之里耕场里面逛了一圈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里面的气氛哎。对，很宁静，然后又很多古色古香的这个茅草屋。对，里面大概有22栋左右这个茅草屋。然后在这些建筑里面呢，有传统的餐厅啊，或是一些可以欣赏到日本传统工艺品的小店家。然后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有特色的，就是它有展出日本以前农业使用的那些器具。哦，果然是这个很古老的农业小村落的感觉。没错，我觉得非常有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而且因为它就真的在森林里面，又可以眺望富士山，真的超棒的。那除了这些店家以外呢，前面还有一个沙房资料馆。其实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耕场、这个小聚落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哎。其实呢，这个村落啊，它是在1966年的时候经历了一场台风，然后在土石流的摧毁之下，整个村落的房屋几乎都被损坏了。那在2006年的时候才又重建，然后复原成以前的这些房屋的样貌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真的蛮有教育意义的，很推荐大家。福米富士山又看不到了啊！哎，对，那个是小的是大士山吗？对。他今天很调皮，今天明明就天气很好，但是云有点厚。有来过这周遭富士五湖来看富士山的人，应该都跟我一样，时常命中率非常低。哇，我可是命中率很高哎！结果今天不知道是谁带赛。对啊，你说说看，你来河口湖几次？我应该有来个4、5次吧。光河口湖你就去了4、5次？对，大概只有看过1次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太低了吧？所以通常大家都会住在这边。多住几天，然后增加那个命中率。我觉得以后需要。对，哎，说到这个，我们今天住的地方蛮期待的哦，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哦，我精心挑选，很适合 long stay。这里还有很多这种可以自行 DIY 体验的小店家，做陶器跟调香。好淘气哦，跟今天的富士山一样。太淘气了一点。哎，我发现这很厉害。这是在那个冈田弘洋写真美术馆展出的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认识。他就是早上害我们要爬山的那一位摄影家。原来就是，就是那个千元纸钞逆富士的那个作者。哦。好，我们刚刚在疗愈之里耕场逛完一圈之后呢，最后又选择回到入口处这边，因为这边呢有一间我觉得非常棒的茶屋，叫做青龙亭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真的是顶级的 view， 超级绝景。因为呢，它这边有室外的位置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身后有非常漂亮的富士山。那这边提供很多像是日式的小点心啊，这种团子啊，或者是剉冰等等的。所以我觉得逛完之后也可以来这边再吃个小点心，消暑一下。那我们吃完再前往西湖，然后点的这个夏的风物诗这个剉冰，仿造一个小富士山。那下面应该是那种苏打或是夏威夷糖浆口味，然后上面有加入1圈炼乳。价格我觉得也不贵耶，有这么好的景色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一个团子我记得才150，然后这个剉冰才500日元，超级划算的，可以边欣赏富士山边享用甜点。好消暑哦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西湖了，但是不意外的，今天那个富士山下午之后就没有再出来了。下班了。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绕这个湖绕了一圈，就是想说协寻富士山，到底你在哪儿？真的找了一圈，想说，有搞错吗？有搞错吗？到底在哪？然后后来又再开回来，发现，西湖应该就是在这里啊，啊山嘞。对，有看到吧？牌子在这里，我没有骗各位。那呢，我们就还是不免俗的来介绍一下西湖这有什么特色。西湖有名的是羊肉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那个西湖啦。好，那其实西湖呢，跟其他比起来，它属于比较维持原始样态的其中一个湖啦。那周边一些什么商业设施比较少，比较多这种露营的营地，体验一下这种原始的湖边的感觉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其实在湖的周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树海跟一些这个岩洞、蜂穴啊、蝙蝠穴啊等等。对。但很抱歉，因为我个人体质的关系，我不太能进入洞穴，所以就这次没有办法帮大家介绍。那我们今天
虽然没有看到富士山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，我们住一晚，明天再来挑战，我们就回去我们的饭店吧。在回程的路上，此时此刻富士山是最清楚的，今天最清楚的时候。好，我们已经抵达我们今天的住宿的地方，叫做沙努，我们就赶快去开箱吧。这里很秘境哎。对，因为沙努他们家呢，其实在选址上我觉得蛮用心的。我们一般可能都会选在一些交通方便、比较热闹的地方嘛，但他呢就选在一个静中取静，静上加静。我觉得这地方真的是 VIP 等级的。我们刚开进来，真的是沿途经过一整片森林，然后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天住的是河口湖2号。没错，哇，是就这一间了吗？太漂亮了吧！哇，超级美！天哪！我觉得一进来就闻到那个木头的香气耶。而且我这一间听说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这个富士山景观。天哪，你现在不要拍我，你要拍那边。OK。太美了，这个很夸张哎，可以直接在房间看日出了吧？真的太美了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此生竟然有机会住到这种富士山景观 VIP 房，真的很赞。而且呢，它的那个室外的庭园，你看有看到吗？它是那种可以生火的哎，我觉得这边真的超适合一家人来，就是全家大小或是情侣、夫妻、朋友来都很适合。那这边最赞的是它是宠物友善的住宿设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带你的毛小孩、带你的狗狗来的话，也是可以一起入住的。这边的住宿方式也非常的特别。它除了可以让你在一般的 Agoda 或是 Booking 的网站，像是订饭店那样子一般的住宿方式以外呢，它还可以用月费制哎，我刚看到超级酷的，你缴一个月费，然后你全国各间桑努你都可以去住，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住得满意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买下来。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啦，我就没有钱。大家如果各位金主爸爸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再看他们的官网参考。嗨，大家早安！大家早安！今天是我们富士五湖的第2天。我昨天住那个豪华山景房啊，真的是太赞了。那我今天早上也有特地5点起来看日出，但是呢没有看到日出，蛮可惜的，因为今天天气比较雾。虽然还是有看到富士山，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。但是呢，果不其然，一出来之后，云啊雾啊就开始更浓密，然后富士山又给我搞失踪。哇！哎，果然是要看运气。对，很吃运气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主要就是要去山中湖跟河口湖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途中经过了也是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叫做人野八海。因为我看到后面全部都是人，超多团客哎。即便今天目前还看不到富士山，但还是人山人海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匆匆经过，以后有机会再为大家详细的介绍。好，前往下一站山中湖 ，Go Go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山中湖了，就是旁边这一座。然后呢，照理来说，富士山应该是在这个形状，可是云层太厚，完全看不到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那这个山中湖呢，它是富士五湖里面最大的一座，它的这个湖畔呢，也有一个非常好走的步道，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散步，享受这种悠闲氛围的话，其实可以来山中湖。那沿着这个湖畔就可以边欣赏富士山，边在这边散步，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悠闲。但前提是你要看得到富士山。现在还看得到一点点山脚，就是底部的部分，不知道等等云会不会散开。可是今天看起来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了，好可惜。山中湖在2到4月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的天鹅，就是这个白鸟，会来这边繁衍后代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叫做白鸟之滨，就是旁边这个海滨。刚刚我们走过来的路上，明明说这边很适合走路。那除了很适合走路之外呢，这个山中湖呢，因为它是五湖里面最大的一个，所以也非常适合做这些水上活动。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
就是大的天鹅船，像渡轮那一种。然后呢，也有小型的，然后也可以在上面划船啊。运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白鸟，也看富士山。今天因为真的天气比较不好啦，所以可以看到在这边水上活动的人也比较少。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再绕这个湖一圈，好，看看能看到什么有趣的。它真的很像笔耶。刚刚福米跟我说，他不知道地上的是笔还是羽毛。笔掉在这里，还是毛掉在这里？我觉得应该是天鹅掉的笔吧。天鹅的笔掉了。那我们已经开车回到河口湖的附近，中午呢就要来吃这边的一个乡土料理，也是这边的名产，叫做博托。明明有介绍过一家蛮有名的店，叫做不动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另外一家也是当地名店，叫做小座。我们现在中午时间来到这边，那真的是高朋满座，非常的热门，但没关系，因为它座位非常的多，所以呢不需要等太久。那博托的来由有2种说法，第一种就是在平安时代那时候从中国传进来的，那第二种呢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一点，是在战国时代由武田信玄来发明的。那武田信玄那时候就打仗嘛，就是怎样能够煮饭可以快一点点呢？就是他就拿出他的宝刀，然后就这样就是在面团上这样切得很豪迈，很大一块，然后呢就跟这个食材一起煮，然后就非常的有效率。那这也是其中一种说法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那我点的呢就是猪肉博多口味，我想吃一点肉。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它面特别宽、特别粗。那其实因为就是山梨县这边它的米生产比较少一些，所以它就用当地的小麦粉做成这个面条料理。那汤底的部分呢，就是味噌汤底，然后加上非常多这边盛产的这个蔬果，那煮出来汤头就会比较甜一些。那因为它是直接生面，然后下去跟这些食材一起煮，所以它就会吸收非常多这个精华。好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我觉得不输不动。就是它整个吸满了这个汤汁的面条，然后加上我自己非常喜欢吃面类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过瘾。那我这一次呢，想要试看看他们的不同料理。其实这一家小座啊，它除了博托以外，还有卖其他不同的主食，像是我今天点的这一种叫做水通。那这个水通呢，它其实是群马那边的乡土料理，好像在岩手县那边也有类似这样的料理。那它是用小麦粉做出来的团子，所以跟博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我第一次吃哎，好酷哦！你看它长这样。好大一块哦，好像马铃薯哦。它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块的巨型面疙瘩，它已经大到好像一个水饺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喜欢哎。它是超扎实的那种，虽然跟面条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，可是呢。因为它是小麦粉做的嘛，所以那个面香非常的香，整个会在口中散开，我觉得很赞，很有特色，而且跟台湾那种 QQ 的面疙瘩又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推荐大家如果有来的话可以试试看。这家小座跟不动呢，2间都是非常有名的名店，最大的不同是不动他们只有卖一种料理，就是一种口味的博托，小座还有比较多不同口味啊、不同汤头、不同配料的选择，所以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。汤头味噌味还蛮强气的，我觉得那个不动那一家比较多是蔬菜甜味，味噌没有那么强烈，稍微清淡一点点。小座比较重口味，但都很好吃，不同风格。很赞欸！你比较喜欢哪一家？我比较喜欢这一家。我也是，因为我们都爱重口味的。我觉得这样配面食比较好配，就很像比较下饭的感觉。这虽然很大一碗，可是那个汤我觉得我可以全部喝完。好，富士五湖的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到了河口湖，也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、最常来的一个景点。那非常可惜，就是
今天富士山不赏脸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富士山。但是我想平常如果在这个景色看到富士山，应该超级漂亮吧？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河口湖比较靠北岸的大石公园。这个大石公园呢，也是河口湖周边必来的一个景点，因为它四季都有超多不同的漂亮花卉，尤其是薰衣草最有名。像是在到秋天的季节啊，9月、10月之后呢，这边的波波草，也就是扫帚草，就会由绿转红，也会非常的漂亮。所以大家如果在夏天、秋天来这边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这边欣赏漂亮的花草跟这个河口湖、富士山的美景。在大石公园旁边大约100公尺的地方呢，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设施，就是我身后的这边叫做富士大石 Hana Terrace。那这里面呢有非常多很有质感又很文青的小店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要去一间有卖水果圣代的甜点店 ，Let's go！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景点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，但里面的店真的都非常有质感，很推荐给大家。它除了有甜点以外啊，还有一些像是手工艺品店跟一些文具店等等的，我觉得也都很漂亮就很像那种松烟或是华山会出现的那种小店铺，有一点像那种欧式庭园的那种小屋的感觉。结果它已经卖完了。买了2杯神之水。刚刚原本我们想要去吃另外一间甜点店的水果圣代，那家超级有名，结果发现已经卖完了它的水果圣代竟然是要预约才吃得到的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发现这个园区内呢，还有一间很可爱的 Kiss 咖啡，超可爱的大象 logo， 看起来就超好喝，好甜哦，好喝它的牛奶很鲜甜不是有加糖的那一种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可能要搅拌一下。学姐，我那一杯可以请我喝吗？可以，抱歉，我太热情了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好喝，复活。好，我们最后选在这个富士山金鸟居，把它当做我们这一次富士五湖的最后一站。但我觉得这次真的偏可惜因为我们应该不算有看到富士五湖，可能只有看到富士2.5湖。因为后面这一天天气刚好都不好，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富士山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。然后我还有一个体悟啊，就是要来看富士山，真的还是要等冬天或者是春天来。就是那个上面山顶有积雪的版本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爱，比较有代表性一点点。不过也有个人喜好的问题啦。但如果我下次还要再来雪池的话，我应该会挑冬天或是春天的时间。其实我本来就有心理准备，知道说要看到富士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但呢，我们这一次就是挑战从五湖的各个方向去协寻富士山。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，就是当你一个角度看不到的时候，你就用5个角度看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吗？总有一个角度有可能会让你找得到，就是富士山的真尊在哪里。所以大家也可以挑战看看，从哪个地方能够看到你的命定富士山哦。命定富士山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田社长。我作为新人歌手出道啦，现在已经发布了 Sushi Party、Osaka Explorer、Timeless Kyoto 3首歌曲，接下来也会继续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县的歌曲。想看更多精彩 MV， 接收更多日本旅游资讯，请订阅吉田社长 Japan TV， 多多支持我们哦。好，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次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To everything that's moving,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.